眼科针不会留疤。你说话了。我挨了一下，你黑着脸哆嗦了半天，生气不说话。现在好了？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明白你的心思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锁门了吧？进来的时候就锁好了。来吧。哎呀！你这次回来就是奔着给我惹事儿来了啊！写个破论文，看把你给能的，不让你写跟要了你命似的。你瞧你这身腱子肉啊，横七竖八的，天天健身就是为了打架，派出所都给我招来了。是他先动手打陆大夫的。我真应该跟警察求个情，把你给抓起来，省得你天天给我惹事儿。你们医院的人又不能动手，当时能挺身而出的也只有我了呀。我早就跟你说，我不要来医院，我还管不了你是不是？回头我就把你绕遍街头保卫处去，再看见你来就把你打出去。那没用，救灾的时候我跟保安混得可好了，他们都是我兄弟。滚，马上滚！等等，你今天干什么来的？我是来看您啊。别编了，说实话。我是来找楚俊的。我说真的，您不信您问他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他放几天假，你们出去玩玩。不用不用，我找完了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。别动。可以啊，庄师傅，会修眉毛，会整理头发，在美国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你猜？ 8个。你应该去做一个脑部的 CT， 10个。让陈少聪给你开个单子。那就12个。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刚才撞了脑袋，应该去做个检查。我们也不是讹他，自费也要做，以防万一。啊，狡猾。陈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下班了。陈哥，忙什么呢？想要当副主任，就要替主任写报告。你别告诉陆晨曦啊，他又得毕书。行，我陪你忙会儿啊。你怎么这个点儿过来了？胸外科不让我待，保卫处网速太慢。哎呀，刚才一个网页5分钟都打不开，还是你这网好。合着你拿我这当网吧呢？哎，你怎么不回家呢？我爸在家呢，非得接着数落我不可，关上门都关不住他那张嘴。杨院长做思想工作那是有一套，连书记都说不过的。你这是，他能念叨你一晚上。是啊，所以我不想回去。没病人我先睡会儿啊，你自便。好，一会儿来病人，我帮你治了啊。你要是治了，可别忘了给我来一针，就别让我醒了啊。张先生，既然陆大夫、杨子轩还有您都没有赔偿的要求，
派出所的同志做了备案，就让我们自行调解了。没什么可调解的。陆大夫不追究我，我还能追究人家？那就是说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了，对吗？我打陆大夫不对，那个小伙子打我也有他的道理。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治我爸，我什么意见都没有。好。还用供呢？都饿坏了吧？陈哥睡着了，我真是饿坏了。不是你在保卫处吗？怎么跑急诊来了？啊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他那网速太慢。你有买这口味方便面啊？太好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先别吃，还没泡好呢。来，让我看看你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老常这人啊，挺敞亮的，说我俩都是一时冲动，也没计较我下手重。我们两个人互相留了微信，还约着一块儿喝酒去呢。那你说你可能会被抓起来，还让我给你送饭，害我白担心半天。担心了？是啊，我们胸外科的小护士都传遍了，说主任的儿子个子高，长得帅，还嫉恶如仇，见义勇为，都争着想要嫁给你。你还想听什么？那你呢？我？我觉得，医学科学家的基本素养就是实事求是。啥意思啊？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。你们胸外科的怎么都喜欢在我急诊谈恋爱？对于患者家属质疑啊，0号曾经跟艾滋病患者住在同一病房，并由此造成感染，导致其死亡。经我们调查认定啊，根据艾滋病的传播条件以及对0号死因的判定，这个质疑是不存在的。至于家属质疑医院在管理上存在过失，导致0号呢感染耐药菌株，经我们调查呀，仁和医院是首个参加救援的3级甲等医院。在接诊量超过最大限度的情况下，耐药菌株的发生啊是属于正常现象，不能证明医院有不规范的治疗和护理行为。而之后的抢救呢，仁和医院也完全符合各项常规标准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啊，仁和医院呢在病人手术、术后护理，发生感染后的治疗和抢救不存在医疗过失。0号的死亡和仁和医院没有直接关系。专家组的意见，二位也都听到了。我们医院确实不存在责任，但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，我们愿意拿出2万元的补偿款。我们对调查结果存在异议。而且你们提出的赔偿款额度跟我们要求的相差太大，我们提出的是30万元赔偿金，并在市级以上报纸登报道歉。那你们是希望继续调解呢，还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呢？对不起，二位专家，我可以和医务处长单独说2句吗？可以。处长，我要求见你们杨院长。杨院长是不会见你的，我是医务处处长，全权代表医院跟你协商这件事情，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我说。好吧，你看看这个，看完了告诉我能不能见你们杨院长。
这张照片什么意思啊？医患矛盾是吧？这只能说明我们医院的管理有问题。跟你们这起医疗纠纷扯得上关系吗？如果没认错的话，照片里的打人者应该叫杨子轩，就是杨院长您的儿子。据说还是先锋公司的实习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先锋公司是美国排名靠前的大型医疗企业，也是你们仁和医院医疗器械的主要供应商。这个情况，杨院长比我清楚。我们医院在医药公司购进器材和药品，这是最正常的关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这种正常关系的背后是否有什么交易，可谁也不好说呀。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是律师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这话我也就跟杨院长您说说。但这张照片证明，仁和医院优先治疗先锋公司老总的父亲，忽略其他病患。而当双方发生矛盾时，院长的儿子先锋公司的实习生动手殴打其他病患，这是事实吧？这件事情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解释，这是个误会。不必了，你还是去跟大众解释吧。这张照片我会发到网上，等到形成公众舆论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相关部门的领导看到，进而注意到先锋公司和仁和的特殊关系，可就更难说了。这件事情有必要闹到网上吗？那就要看院长您的诚意了。这样吧，你们的要求30万我可以答应，但是登报道歉不行。钱我可以少要，但这个道歉是必须的。这不可能。第一，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任何过失；第二，登报道歉对医院的声誉损失太大。是登报道歉影响大，还是这张照片发到网上影响大？这件事情院里还需要讨论，我现在不能给你们明确的答复。好，给您1天时间，明天一早，如果您给不了我们满意的结果，咱们网上见。喂，老赵，你们医院那个胸科专家，上次你提到的还在吗？他肯开口给30万已经不容易了，一个道歉有什么必要吗？有必要。本来我只是想给我父亲讨个说法，钱多钱少我并不在乎，而且你的这种做法我也不认同。我这是给他们一点压力来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我是在帮你啊。你抓着仁和医院的把柄来要钱，这不是讹诈吗？这跟堵医院门口拉横幅的医闹有什么区别？这跟我父亲的死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这重要吗？这当然重要。我们不是要走法律程序吗？说实话吧，这个案子最好的解决方式，就是双方和解，医院赔偿。调查组的鉴定结果你也不是没看，我们已经处于劣势了，这官司根本就没法打。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院长儿子动手的事儿，他杨帆才会跟我们谈。你听到他刚才的态度，已经愿意做出赔偿了。
你还非要一个什么道歉？你是……哎，我是真头疼跟你们这种艺术家一起工作。这个患者昨天发生了急性心包填塞，穿刺抽液后又发生了应激性心脏病。你跟我检查完，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治疗总结，我要再评估一次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术前缩小肿瘤的办法。好。先把心电图接上吧。你是庄医生的实习生？我工作3年了，来仁和是进修的。您是桃山区医院的江大夫吗？嗯，是。你怎么认识我呀？我当然认识您，但您肯定不记得我了。小时候呀，您给我看过病。原来江老先生也是医生啊？对，我初中那时候咽炎总是反复，特别难受。江大夫说我的咽炎不是嗓子的问题，就给我开了胃药。我吃了药，还真的好了。哎呀，那算什么学问呢？咽跟喉那是2码事。咽呢，离食道和胃近，胃酸反流有时候就会腐蚀到咽。你当时是胃酸过多，吃了胃药不反酸就好了。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不明白，您还专门给我们画了喉咙的解剖结构，一下子就都懂了。这事我爸妈一直都还记得。是吗？对啊，他还到处去跟别人科普呢，大家听了都说您是专家。什么专家？小医院就会治感冒、发烧、嗓子疼。老先生，哎，咱们平静一下，我开始做心电图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老先生，您先休息一下。朱军，你陪老先生待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好。庄大夫，谢谢你啊。喂，林小姐有事儿吗？刚才我和律师见过你们院长了，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明一下。我听说了。你要向我们医院要求赔偿和道歉。今天的调解结果怎么样？调解结果我不认同，我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庄大夫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今天我的律师在谈判的时候拿出一张照片给杨院长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什么照片？拍到了什么？拍到了昨天杨院长的儿子跟一名患者家属发生冲突的现场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这2件事怎么能扯在一起呢？律师的做法我并不认同，这也不是我的本意。我要求的只是仁和医院的道歉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再见。我呀，退休好多年了，没事儿的时候呢，我就想一想我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成绩。怎么想啊，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挺平庸的小大夫，没有科研成果，也没见过疑难重症。
不是我不想见，是人家不肯到我这儿来。我呀，就能看个小病小灾，头疼脑热啥的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您，您在我心里就是大夫中的高手。小楚啊，你要是在仁和干上3年，我肯定你见到的那个疑难重症，比我几10年见到的都多。你呀，你得好好干，啊，不能像我，干到最后还是小大夫。姜老师，我觉得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大夫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么说，小大夫也有幸福感啊？你看啊，今天，一个我10几年前的病人还记得我，我这心里啊，特有成就感、满足、自豪。小楚啊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成不成啊？啊，您说。你能不能把我真实的病情告诉我？这种情况下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说3成都是高估了我自己。江守仁现在精神状态怎么样？他在跟楚军聊天，虽然说话有点费劲，但情绪还不错。楚俊给他画画了？没有。这位姜老师也是个大夫，在桃山区给楚军治过咽炎，虽然不是什么疑难重症，可楚军一直记得他。多好啊！他们不用向病人宣布最坏的结果，但又总是能帮到他们。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可我们不只是宣布最坏结果的人，我们也是把病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人。做我们该做的吧，通知病人家属，说服他们进行手术。为什么这一次你去玩冒险，而不是像柳玲那一次劝我保护自己？因为我比那时候更了解你了，我知道你不会放弃。你们就对我说实话吧，我也是个大夫，有这个心理准备。理论上可以手术，也必须立刻手术。现在肿瘤随时可能破溃，还有气管瘘，虽然有风险，但现在是唯一的手术时机了。手术成功的可能有多大？类似情况的手术，我从来都没做过，既没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没有失败的教训。我坦白说，这个手术的成功率，或者是0%，或者是100%。这就是最真实的情况，我们没有夸张，也没有隐瞒。而现在，
您是最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命做决定的。吴大夫，我决定手术。你别说了，既然不能化疗，越往后拖，肿瘤就越长越大，更不适合手术。他们是任何的专家，我相信他们的判断。姜老师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这件事情呢，我做主。你去准备一份资料，去公证。写什么呀？我说，你记。你说吧。患者将受人无条件要求手术，一切后果、死亡、并发症，家属不得跟主刀大夫和医院去追究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吴大夫，请你不管手术成功与否，都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，包括成功、不足、可能遇到的错误、失败，以供嘉陵医大师生学习研究用，也算我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大夫对顾客疑难重症做一点贡献。姜老师，我替嘉陵医科大的师生感谢您。我应该感谢仁和，全国有几个仁和呀？那么多医院，那么多普通的医生，一辈子干这个，他们做梦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和攻克疑难重症放在一起。哎，我呢，做医生的时候没做成，现在当患者了，都做成了，这也挺好啊。就算我满足了自己一点点虚荣心吧，啊。是不是？人退休了都有点怪。我给我爸买了新房子，他也不搬，还是住在老房子里。说是和他那些老同事离得近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去串门聊天，聊聊以前那些事儿，聊聊那些病人。要不就是到医院的图书馆去看看新的医学期刊，说是了解新技术。你说那些都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人家都烦他了。胡大夫，你说，要是当初我不做生意，跑医学院当个大夫，我会不会更高兴？江总，我原来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大夫，手术水平高，
今天是姜老师告诉我，我那样定义一个优秀的大夫太狭隘了。您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大夫，我敬佩他。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台手术，不管成功或者失败，所有嘉陵医科大的师生都会读到这篇提到他名字的文章。这真是个奇特的心情。其实这是我昨天被打以来觉得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候。姜老师用这样的方式，让我觉得穿着这身白大衣，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。哥，我在这儿，你回家歇会儿去吧。这都一天了，你不能这么熬着呀。不会，回来也睡不着。那你也去歇会儿去。你不睡，爸也不能就好了呀。你就别唠叨了。刚才我眯了一会儿。你看你这累的脾气更糟了。你说你昨天下午他们不就得了吗？你怎么还真能把人给打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么一闹，他们也不敢不重视。只要咱爸能好，就算他们把我抓起来，我也认了。你哥你没什么本事，还能怎么办啊？可是哥，我去打听了，那个陆大夫还真是专家。你说你把他给打了，他要是休息了，不管了，或是找不如他的大夫管咱爸，那可怎么办？常大林今天的检查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我找一下。转院？现在转院？老杨，我把手术同意书都签了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不是我要让你转，是形势要让你转。不光不能在仁和，在整个嘉林市都不行。什么形势？不就是个律师拍了张打架的照片吗？要多少钱？你给不起，我给。如果是钱能解决的事情，我也不敢折腾你。现在这个炒作的能量你是不知道，多大的事儿都能给你炒到天上去。杨子轩这孩子也是不懂事儿，非在这个当口上动手。可他的身份确实特殊，跟你和我都有直接的关系啊。有关系怎么了？我爸在这是正常治病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好，你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那我陪你。大不了以后大家不合作了。你不合作都是小事儿。这张照片，他们不仅会说是我的儿子动手，也一定会说成先锋公司的实习生、仁和医院院长的儿子在仁和医院动手，为的还是先锋公司的老总。相关部门如果盯上了，你去跟他们讲，只查医患矛盾，别查别的，你看看他们能不能听你的？可是我爸确实动不了，现在说两句话都喘。陆大夫说了，得马上手术。不就晚个一天吗？北京那边我都联系好了，买张机票不就去了吗？能去北京，我不早就去了。
好吧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都说了。还有半天，你自己考虑吧。哥，他不会报复咱们吧？你跟我来一下。你应该知道，谁是对他最重要的病人。知道这些年你不容易，爸爸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你呀，要多陪陪家人，不要把他们娘俩丢在美国不管，还是接回来啊。 要不干脆你调过去。一个男人事业干得再大再好，下了班也要回家。再说了，孩子也需要在你跟前儿，你要有一个完整的家。 转院吧。转院？我调整了用药量，你们注意一下啊。放心吧，陆大夫。陆大夫，那人一直在那儿，要不要我过去让他走啊？不用，我跟他说吧。哦，好。 你可能不信任我，但我还是要跟你实话实说。你父亲的情况我最了解，我也最合适来负责。你要是坚持不用我管，我没有意见。没有，你管好，您管我放心。早上我做了检查，通过药物治疗和加强通气，你父亲的肺水肿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好转，血氧上去了，低氧血症也得到了纠正。陆大夫。 其实，我是听别人说，只要上了呼吸机，人基本就不行了，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的。把握正确的时机上呼吸机，对抢救急性肺水肿至关重要。这个什么时机、什么情况上呼吸机很复杂，需要我给你解释吗？行，啊，不用，你说了我也听不懂。 我知道，你们家属跟我们发生矛盾，大多数是因为害怕和焦虑。但是我们大夫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们真正的信任我们。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让你明白，医学是没有绝对的，疾病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差异。但是像昨天那种情况，如果你能信任大夫多一些，可能就会避免发生这些矛盾。我知道了。
谁都不愿意到医院来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下次我再来，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的这个手臂，1个月别吹冷风，别泡冷水，避免发生风湿病和肩周炎。没事儿，谢谢陆大夫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都不